观之道为使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中国知名肿瘤专家华一卫教授是一位从事肿瘤癌症医学工作56年的老医生，他一生给无数患者化疗过，也让无数的患者脱离痛苦，让人敬佩。和很多医生一样，他之前也赞成对合适病情的患者做化疗、全切手术，但是自从他自己患癌后，他就彻底改变了想法。今天就请观友们跟着小关一起来看看这位癌症医学工作者的患癌故事，以及他总结的治癌办法。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70岁时的华一卫教授还一直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一位非常让人敬佩的好医生。2005年，当这位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常务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知名肿瘤专家，自己也成为一名胃癌晚期患者，并接受胃全切手术。化疗之后，他却对自己所带的学生沉痛地说道：我们当医生的不能单纯治病，而是要治疗患了病的病人啊。我从前做了那么多手术，但对术后病人的痛苦体会不深，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没想到病人会这么痛苦。全胃切除带来的不只是吃饭的问题，还有术后反流的问题。做全胃切除，病人遭受的痛苦太大，哪怕留一点点胃就比全切强，病人就没有那么痛苦。无数次化疗手术让华一卫教授苦不堪言。当被检查出胃癌并确定为晚期之后，华一卫教授就开始了平常病人进行的常规治疗胃全切手术。术后，华一卫教授直观地感受到了反流、烧心、刺痛咽喉的感觉，一天24小时不能平躺，只能坐卧。此时的华一卫教授开始反思起来。医学上讲肿瘤全切除的意思，为了防止癌细胞死灰复燃和扩散，医生通常会将肿瘤附近2厘米以外的正常组织全部切除，这样不易复发。而华一卫教授接受的胃全切手术也是这样，医生通常只关心手术是否成功，尽量不易复发，而并不切身指导病人的痛苦。全胃切除的痛苦还没有结束，下一个痛苦接踵而来。为了控制癌细胞的扩散，华一卫教授接受了腹腔热化疗。华一卫生前说，都不敢想象我是如何坚持下来的，90分钟躺在那里不能动，腹腔加温到41摄氏度，人不停地出汗，以至于化疗结束后，他得连续换2套衣服。每次治疗后，腹部阵阵绞痛，疼得他在病床上翻来覆去，需要用药来止疼。经过无数次的高温化疗之后，华一卫教授已经无法进食，就连彼此也喂不进去。负责照顾华一卫教授的老伴张艳荣女士说，她原来身体的基础很好，第一次手术后体重还维持得不错，如果不做化疗，慢慢恢复饮食，也许能恢复得好一些。是化疗把她彻底搞垮了。当然，我们不能对手术这种医疗手段一棒子打死，因为手术治疗是现代癌症治疗的基石。不过我们应当反思，手术和药物真的是治疗癌症的唯一途径吗？在汤昭游院士提出的中国式抗癌策略里，手术是最重要的消灭手段，但手术只适用于较早期无播散的肿瘤。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家雷蒙德·弗朗西斯被誉为对健康和疾病实现突破性认识的少数科学家之一。他写了《永远不再害怕癌症》一书，书中说了几个观点：一、癌症被确诊时常易有转移，一旦癌细胞已转移，手术即无效。因此，即使是癌症早期，手术也会加速癌转移，转移的肿瘤比原来的更严重。2、癌症手术大大减少了癌细胞转移所面临的障碍，使癌细胞顺利地进入血液，附着于血管壁，进而穿透血管壁，在新的合适场所定居下来，形成转移。3、手术、麻醉
和输液均会抑制免疫系统，尤其降低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为癌细胞转移消除了对抗者。4. 瘤生长需要有新生血管供应血液。手术后，人体会生成刺激血管生成的物质，促进创口愈合，但不幸的是，也促进了转移灶内新生血管生成。5. 手术可增加体内炎症反应，刺激机体产生一种酶，叫环氧化酶。这种酶能促进肿瘤内血管新生，提高癌细胞的附着性。也许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不少著名外科专家呼吁手下留情，不要轻易做勉强的手术。华一卫教授的临终感悟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医学有限的事实，只照顾手术成功，关注医疗责任，而不考虑病人生存质量、切身痛苦的医疗观念是多么让人寒心。在最后几天，华一卫教授不止一次地说过，别输了，别再浪费了。这是因为华一卫教授的身体经过胃全切，化疗已经不具备吸收这种营养的能力了。虽然能够勉强活个1年，但是生活质量是非常低的。最终，华一卫教授于2006年8月12号下午6点离开了我们。他的这些临终之言，无异于给我们每一个人，给现代医学敲响警钟。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多么严重的病人，营养的供给保证都是非常重要的。药物反而只是起到辅助生活质量的作用，绝不能影响生活。再来看看我们身边那些身患疾病的人，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痛风、乙肝、脂肪肝、甲亢、关节炎、胃炎、严重失眠、癌症等。面对这一大堆常见慢性病，难道能通过药物将疾病治愈吗？不能身体里出现了苍蝇就杀苍蝇，出现了老鼠就杀老鼠，要彻底清除出现苍蝇、老鼠的原因，否则杀了老鼠又会出现蟑螂，杀了蟑螂还会出现其他。所以要健康不能光靠药物，药物顶多就是将慢性病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算不错了。而真正能让自己康复的绝对不是药物和手术，因为药物的成分不是细胞修复所需要的成分，而一旦给足时间，给足营养物质，如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脂肪等这些人体构成所需要的材料，人体就会启动自我修复的过程。因为所有人身上的细胞在经过6个月左右的时间，大部分细胞组织都会被更新90%，产生新的组织。比如胃细胞7天更新一次，皮肤细胞28天左右更新一次，肝脏细胞在180天更换一次，红血球细胞120天更新一次。在1年左右的时间，身体98%的细胞都会被重新更新一遍。只要营养充足，受损的器官通过细胞的不断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经过一段时间，受损的组织和器官就会被软性置换，产生出新的组织与器官，很多的疾病都有机会彻底康复。而药物疗法主要使用药物，通常这种药物性质刚烈，自古有毒药之称，主要是为治病而设，因此药物疗法适应范围较局限，主要针对患者，是治疗疾病和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但食物疗法和药物疗法有很大的不同。食物治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对人体基本上无毒副作用。前面也说了，本来华教授的身体基础是很好的，如果慢慢恢复饮食，可能就有了生的希望。所以我们应该利用食物性味方面的偏颇特性，能够有针对性的用于某些病症的治疗或辅助治疗，调整阴阳，使之趋于平衡，有助于疾病的治疗和身心的康复。当然了，食物毕竟是食物，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主要在于弥补阴阳气血的不断消耗，因此即便是辩证不准确，食物也不会给人体带来太大的危害。正如名医张锡纯在《医学中参析录》中所说，食疗病人服之，不但疗病，并可充饥，
不但充饥，更可适口。用之对症，便自见愈；即不对症，已无他患。食物疗法寓制于食，不仅能达到保健强身、防止疾病的目的，而且还能给人感官上、精神上的享受，使人在享受食物美味之中，不知不觉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这种自然疗法与服用苦口的药物相比迥然不同，它不像食物那样易于使人厌服而难以坚持，人们容易接受，可长期运用，对于慢性疾病的调理治疗尤为适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网友们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